你知道乐高吃豆人街机的内部工作原理吗？为什么不断旋转右侧的曲柄，吃豆人和小鬼怪就会在迷宫里转来转去呢？而且中间巢穴里的小鬼怪为什么可以不断的左右移动？右下角的小鬼怪为什么移动的速度要慢一点呢？这个仿真摇杆又是怎么工作的？为了实现右侧投币按钮的仿真手感和同步联动的灯光效果，乐高设计师又做了哪些巧妙的设计？上面这个可以取下来的小摆件，按一下立马翻脸的效果又是怎么实现的呢？还有顶部这里的分数牌，藏在街机内部的小场景，大量的印刷件以及一些新零件，这就是乐高6月 Icons 系列新品10323 Pac-Man 吃豆人街机。同时，这也是我们今年至今做过的最有趣的乐高砖块类套装。那通过今天的评测，我们来详细的看一下它的经典设计。先做个简单的开箱，彩盒的设计比较简单，右下角标注了套装编号和零件数等信息，年龄定位是18+。彩盒的背面通过图示展示了它的一些功能联动玩法。打开彩盒，2651片零件被分成了25个零件分包，14个大步骤。拼搭手册装在白色信封袋子里，包括309步加29步，一共338步。手册的开篇用了6页的篇幅，对 Pac-Man 的历史、游戏设计、游戏角色等方面进行了介绍，另外也有一段设计师的讲述。那贴纸是有这样的一张，主要用于街机上的一些图案装饰。不过街机顶部巨大的 Pac-Man 招牌、蓝色的迷宫，还有吃豆人、小鬼怪都是采用了印刷件。下面我们一边拼搭一边看一下它的经典设计。这里看下这个可动小摆件的翻脸联动结构。首先翻过来，在内部我们可以看到5枚齿轮，其中3枚40齿齿轮连接外面的旋转座，而2枚24齿齿轮只是起到传动的作用。取下其中的1枚40齿齿轮，可以看到下面有1枚与其同轴的8齿齿轮，这枚8齿齿轮被1枚齿条零件驱动，当齿条零件水平运动的时候，也就带动了所有齿轮的旋转，而齿条零件在皮筋的作用下，因此也就实现了自动的回弹，非常巧妙的设计。这里我们看一下投币按钮的内部设计，在按钮的底部，设计师使用了1枚球形零件，当它被向下按压的时候，也就恰好驱动灯光零件的尾部按钮，实现发光的效果。同时，设计师在这里还使用了1枚45590橡胶零件，因此实现按钮回弹的效果。摇杆的设计同样非常简单，设计师使用了1枚68888四侧带柄十字轴连接件作为摇杆的固定结构，而这枚零件四侧的柄部则被45590橡胶零件固定，因此实现弹性倾斜和回正的操控效果。另外，摇杆的红色球头部分则是使用了2枚39695圆顶半球壳零件，这个零件比较少见，至今只在10款套装中出现过，这款套装使用的红色版本为首次出现。作为游戏界面的底板，设计师在这里是使用了2块39369 11×19带孔科技底板零件，这个零件也不常见，其中黑色的版本也是首次出现。那这里就可以看到这款作品的关键设计点之一了，游戏世界里面的吃豆人和小鬼怪都是被固定在这样的链条上面，其中起到固定作用的链条零件编号为3249，是1枚带柄链条零件，也是首次出现的新零件。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2段链条，其中右下角的这段控制右下角的小鬼怪，而中间的这段则控制吃豆人以及其他的小鬼怪。在每段链条上都可以看到3枚16齿齿轮，其中1枚为主动轮，另外2枚为从动轮，另外也设计了一些滑轮零件作为张紧轮，当主动轮旋转，也就带动了整个链条的运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巢穴内小鬼怪的固定结构，这个设计非常特别，设计师使用了1枚24482毛头零件固定1枚方形的砖块零件，这个固定方式可以在十字轴旋转的过程中实现方形零件在轨道内的顺畅平移。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游戏界面模块背面的3根关键十字轴了，其中深棕色的这根控制右下角链条的主动轮，深灰色的控制中间链条的主动轮，而浅棕色的这根则是控制巢穴内的小鬼怪。最精彩的设计来啦！可以看到动力从这枚16齿齿轮进入以后，经过一组20:12、一组16:20的齿轮组以后，动力到达这根深棕色十字轴，也就是控制右下角小鬼怪运动，齿轮比是1.33:1，动力进一步向前。在这里经过一组12:12的齿轮组以后，动力到达这根深灰色十字轴，也就是控制吃豆人和其他的小鬼怪，齿轮比是1:1，所以右下角的小鬼怪的运动速度要比其他小鬼怪慢25%。
不过最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曲柄连杆结构，这个结构的加入，最终实现了将这枚16尺齿轮的持续旋转运动转换成了这枚浅棕色十字轴的往复式旋转运动，非常精彩的设计。接机顶部分数牌的旋转则比较简单，直接通过半路于表面的16尺齿轮控制内部的一枚8尺齿轮实现。在游戏界面模块安装到街机主体上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手摇曲柄是通过一枚12尺齿轮和一枚20尺齿轮，最终将动力传输到游戏界面模块。好啦，那么经过大概6-7个小时，这款吃豆人就完成啦。首先成品的体积还是比较大的，长宽分别是22.5厘米和17厘米，高度则是达到了41厘米，不算顶上的翻脸小摆件，那也有32.7厘米。这个翻脸小摆件也可以取下来，街机内部的小街机场景也是可以单独拿出来摆放，或者用来丰富我们其他的街景套装。这个正在投币的小姐姐衣服上还印了吃豆人的元素，所以在陈列效果方面，这款吃豆人在这个题材下应该说也是基本挑不出什么毛病。功能方面，首先侧面手摇曲柄的旋转，不管是正转还是反转都非常的顺畅，永远都吃不到对方的吃豆人和小鬼怪，在游戏界面里的运转也是非常的丝滑。上面的分数牌需要手动旋转这里的半路齿轮，那想得到多少分就得多少分。下面的摇杆以及右边的投币按钮，操作体验都和真实的街机非常的接近，而且这个按钮不但有回弹手感，甚至还有按键音效，伴随的灯光效果也非常 nice。不过另一个按钮是按不动的，稍显遗憾。所以这款作品可以说在各方面都接近于满分的水平，感觉唯一可以拿出来说的问题就是游戏界面里的豆子是采用摩擦削配合中间的米黄色短棍零件的截面进行搭建。虽然这个设计非常巧妙，不过也是因为这个豆子的数量实在太多，所以也带来了相关的重复拼搭步骤。当然这个问题也不能算槽点，只能说如果不想重复拼搭太多，少搭一些也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游戏界面里的豆子呢就会少一些。那套装中一共是提供了66根短棍零件，加上3个大豆子，所以一共是有69个豆子，剩余的空间还可以容纳50多个豆子。所以大家觉得乐高配的豆子是太多了呢，还是太少了呢？另外左右两侧的这2张大贴纸，在粘贴的时候要注意从一侧粘贴好了以后，然后慢慢刮过去，避免在中间留下气泡。好啦，那么本期评测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见。